大家新年好，欢迎来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我有几句话想跟马来西亚的网友聊一下。我做这个频道，认真做这个频道，可能也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然后中间呢，就是有开始讲一些关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些内容因为我可能前不久去过一趟大马。呃，一开始我只是想分享一些当地的一些感受，还有一些比较认知比较浅的一些思考吧。那么其实初衷也没有说要做什么。嗯但是呢，我觉得在整个这个做频道这个过程当中呢，嗯马来西亚的这个朋友们马来西亚的华人们朋友们，他们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频道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让我对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我在这里也表示特别的感谢，就是他们不仅是很热情的，就是来交流他们也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信息。有些信息是我原来在整个去马来西亚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在网络上寻找一些资料的时候有看到的，但是同时也有一些东西是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觉得呃也帮助我更好的去了解大马，了解马来西亚的华人。在这里面我特别有感触，就是嗯，马来西亚的就是整个这个人群，我相对还是更友善一些，而且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会更多一些。他们愿意接受一些呃就是合理的一些分析，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他们相对来说更包容。所以我们不论谈到他的优点，还是谈到他的缺点，我觉得他们的反应都比较自然。呃，这给我感觉就是，马来西亚的人的这种素质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不会那么情绪化，或者是那么偏见或者是呃这种地域趋势那么明显。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就像有马来西亚的网友跟我讲的，他说其实马来西亚也分很多种人吧，他们也有就是偏这边，有的是偏那边的，但是呢，整体来说，就不会那么极端，不会说并不是说像有些地方它几乎70%-80%的人他都会偏某个方向，然后就整个这个社会的环境呢，或者是这种网上的这种氛围会变得很激烈、很尖锐。我觉得虽然嗯，就是马来西亚华人里面，他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人，因为他毕竟这个华语圈嘛互相的这个舆论影响、思想影响它其实是存在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更客观的，然后更这个包容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所以在这点上是我原来没有料想到了，因为原来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我们大部分的接触的都是就是旅游层面的，就是平时的一些很简单的一些交流。就像有人说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大部分人会呈现更友善的这一面。这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深入的去旅游的话，你不要就是表现的就是特别的这种旅客的状态的话，其实你还是很容易去了解当地的这样的一个文化跟氛围的。我觉得就算有一点点偏差，但是大差不差我觉得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端倪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他们在呃跟我这个网上的这个互动，包括他们留言有的就是还蛮让我感动的，就是说，
就是蛮有温暖的感觉啊，这也是一波人。然后还有一部分人他是会给我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啊，就是告诉我说，哎，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他大概是怎么样，马来西亚历史啊，就是在我这个描述当中，如果有一点点偏差，他会告诉我说，哦，那正确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或者是他觉得的马来西亚的是不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对更，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种交流方式，也是很好的这种交流模式啊。因为很多人就是你跟他聊什么，他的意见跟你不一样，他就会用一些歧视性的语言啊，或者用一些尖酸刻薄的东西讽刺你。其实这反倒证明他水平比较低嘛哈。但是我觉得马来西亚华人大部分都还是比较好的，就说这两种人群，我觉得大概在整个交流当中占70%左右，70%-80%吧，70%-80%就是所以整体来说当然我觉得当然也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尖锐的人呐、然后对至少我感觉不是特别舒服的，也有不是没有，但是这个比例并不是大多数，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不管是去马来西亚旅行，还是说在这个频道里面去交流，去讲这个马来西亚的事情，然后跟这些网友的留言上的交流，也让我重新认识了马来西亚的文化，马来西亚人的给人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里我还是要很认真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关注我的频道，也谢谢你们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信息，然后也感谢你们就是喜欢我的频道，然后对，谢谢你们然后接下来我会做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些视频的内容，也希望你们持续的关注。对我来说，其实这也是一种思想上的交流吧，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频道来讲，对我来讲只是说分享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并不是说一定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让我们更合理、更温和的方式、更包容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去看一些、听一些这种很极端、很过瘾的那种思想跟论调要好得多，是吧？好，今天就闲聊到这里，